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这样的姓名是太恶心。继李沁、赵丽颖之后，何超莲也成了受害者。从古至今，人们的观念里都是谈性色变等一系列难以启齿的隐私。前几日，云南的大型泼水节一时之间冲上了热搜。然而，最具争议的话题不仅是节日，一些人借着节日的噱头发泄内心猥琐思想的行为也被无情地披露。照片中，一个女孩子被一群男女围在正中间，大家纷纷用手里的作案工具对着女孩的下半身部位进行他们所谓的泼水。更加令人深恶痛绝的一幕，一个男子趁虚而入，竟然对女孩做起了撕扯衣服的举动。古人的优良传统美德，这些人是一点没学会。本来是一场具有民族习俗意义的节日，结果就这样被贴上了道德的标签。然而，这样的事情在娱乐圈里却也是屡见不鲜的。先有李沁在参加某个综艺节目的户外录制活动，不小心暴露私密一事未引。录制现场那天，李沁穿着短袖短裤在沙滩边蹲着玩泥巴，本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镜头，但偏偏拍摄之人故意将镜头拉近，愣是拍出了李沁短裤走光的一幕，还发在网上供吃瓜群众大饱眼福。如果说这只是摄影师的一个无心之失，那么接下来一档节目中某男明星的所作所为可谓是令人恶心到了极点。与李沁同时参加节目的某男星，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竟然无视李沁的尴尬，一度在镜头下对李沁做出过分之举，敞开自己的怀抱，看似拥抱李沁的动作，让人看着是那么的不舒服。但是这位男星做这样的举动却是那么的自然，好像一位惯犯，惹得网友一阵不满。据爆料，在剧中也是这样狼扑，也是他逼着李沁在观众面前露出自己的整个背部，过程中他还笑得很开心，事后甩锅声称是节目组的特意安排。这波操作简直是作者能忍，屏幕前的网友也忍不了，一口千年老坛在口中跃跃欲试。还有一次，在去往泳池的路上，一男星居然恶向胆边生伸手去撩起李沁泳衣外的裙子，赤裸裸的眼神向下瞄去。不得不说，这样的不耻行为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作为公众人物，基本是没有自己的隐私可言，言行举止都会被暴露在大众视线里，任由大家品头论足。就连大家最喜欢的赵丽颖也曾深陷这样的黑料绯闻。故事发生在一次做客湖南台节目录制现场，那时候出道不久的赵丽颖，可能由于长时间的讲话互动，嘴干舌燥，想要喝水解渴。谁知就是因为接下来的喝水环节，让她背上了一个不雅观，甚至是比较下作的不入流骂名。就因为喝水不雅观举止，被网友铺天盖地的痛批了一顿，认为她毁坏了大家心目中明星本该有的典雅。事后就连赵丽颖自己回忆起来都感到后怕，没有想到会因为喝水的姿势不对就被爆黑，从而令她陷入很长时间的被动。一众网友甚至还开起了低端玩笑，说什么喝水也不正常喝，怎么能是用嘴巴整个包着水瓶大口喝？其实放到现在，对于了解赵丽颖的人来说，那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直率不拘小节的人。只是一个无意的喝水动作，居然也能叫心怀不轨之人拿来说事，令赵丽颖至今提起来都心有余悸。殊不知大家忘了，他们戏里是演员，戏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若说多年前的瓜算是陈年旧瓜了，那么近日频频登上热搜的豪门千金何超莲与当红小生窦骁的婚礼，可谓是新鲜出炉。跟心爱之人走进婚姻的殿堂，本身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事。结果一个国民好闺蜜詹子晴的出现，成功的为这场婚宴添一笔浓重的色彩。何超莲的闺中密友詹子晴，
在给他过生日的聚会中酒后吐真言。雷人信息让观众直呼含沙射影地说明了些什么隐晦的不可告人的秘密，引得有心之人一顿猜测。其污言秽语大家自行观看，这样的贴心闺蜜不知道何超莲看到了会作何感想。不得不让网友觉得如今跟窦骁结婚了，这岂不是在影射窦骁就是闺蜜说的那个魅力男人吗？由此事件还生出更多的乌龙，一张窦骁脖子上有草莓印的照片引发群嘲，纷纷斥责两人的热恋疯狂之余，还说曾经英俊质子的辉煌时光已不如往日，衣品档次都下降了。如今也是很长一段时间不拍戏了，是否攀上高枝入赘何家了？一时之间和窦氏的传言满天飞，有人甚至出言讽刺，说何超莲的身材是让窦骁这老小子捡了个大便宜，肯定偷着乐呢。说这些话的人是心真大，是否忘记了那日作为质子的燕洵如何手刃仇人，杀出一条血路？吃人的眼神绝情的手起刀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还是管好的自己嘴巴未妙。要说娱乐圈内一年四季常开不败的瓜，要数内娱红人柳岩，演的了戏，唱的了歌，主持起节目来也是游刃有余。然而众所周知，一开始他的名气跟能力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因为他傲人的身姿吸引众人。明明是一个艺人，却要靠着自己那火辣的身材才能被大众记得，真的是极尽讽刺。因为惹眼的身材，让他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不少男士的关注，甚至还曾被知名主持人用晦涩低俗的词语形容他。很多镜头中我们眼中标准的公众人物，在与柳岩相约同行的时候，也免不了要俗气的瞅几眼，甚至是有很多人拿他火辣的身材来说事，一些不堪入耳的言语令人坐立难安。貌似走在大街上的女孩，如果被坏人骚扰，就是因为她火辣的身材以及潮流的穿着，所以活该被骚扰吗？在一档节目中被主持人问到怎样看待别人对她的眼光，她很坦然地回答说明自己很职业很敬业，在所有拍摄中需要特殊出位的镜头，自己都会尽量做好所有的防走光措施。作为一个以身材出名的女艺人，她光明正大地站在众人眼前，在她看来自己只是在做自己而已。在过度关注她身材的光环下，人们貌似忽略了她在荧屏上带给大家的精彩佳作。一项最佳女配角白玉兰奖是对她演技的最大认可，生而为人请务必良善。在内娱这样混杂的圈子里，类似的话题真的是层出不穷，似小花旦的杨幂也终究是不能避雷。在一次与陈小春同台的镜头中，大幂幂因为穿的礼服有些不合身，不小心导致衣服掉落走光，引得身旁的陈小春直勾勾的观看，大幂幂也只能回以尴尬的笑容。还有去年在节目中杨幂边唱边跳的场景，大家入眼看到的只是她也跟着跳动的胸前风光，就是这一幕被人说是穿着不检点，说她这是故意这样做作用来吸引大多数人眼球的惯用手段。评论区更是认为她这样就是为了让别人看，甚至是炫她的身材。了解她的粉丝们其实都知道，大幂幂这些年过得属实不太容易。作为一个女艺人，承受了太多。如果说她是一个卖弄身材的人，相信很多人不会认可。在她生完小糯米复出后的那一年，有网友拍到她的身材似乎更好了，更是被人说是母性的光辉发挥到了极致，就连老外都为之侧目。这样的言行属实是有些恶俗。在一次与直播界网红李佳琦一起为某品牌果冻代言时，作为女人们喜欢的口红哥，居然对着杨幂和镜头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这个嘴上活不好的话吸不出来，刚开始杨幂没有听懂，之后还一脸轻松地为大幂幂深入解释了一番，看似无意的一句话，结果引得大幂幂一阵尴尬。下播后看到粉丝各种留言，
可能自己也觉得言行不当，于是立马在个人账号上发表澄清。大男人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已经是覆水难收了。一个公众人物的人设就这样令人感到一阵恶寒。反观大幂幂自身这些年在演艺事业方面的努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荧幕上的剧作哪部不是让人看了又看？她在每部剧中的表现都足以证明是依靠个人实力走红的，并不是什么有些人眼中的卖弄风情。如果说一个人身材性感是错误的话，那美丽岂不是成了原罪？长相平平被说是飞机场，傲人的身材又被说成是风情性感，到底该如何是好呢？不得不说，这世界对女人的标准真的是越来越高，真的是很难满足所有人的审美要求。尤其是这些走在大众视野中的焦点人物，被人就像展柜里的商品一样品头论足。承受这样恶语相向的还有当红艺人鞠婧祎，她在节目中也是因为衣服肩带的滑落，引来大批黑粉的嘲讽。一部分人认为不是自己要看，是明星艺人们非要给大家看，甚至发出灵魂反问：难道他们的显摆不是为了让人看的吗？还说什么他们个人不知检点，兴许人家就是故意的呢？站在理所当然的道德制高点上，冷血地俯视着别人的糗态，还一副言辞义正的模样。语言带给人的伤害无疑是最恶毒的。之前的一场演出中，鞠婧祎正在深情地唱着歌曲，本来一件粉色的裙子穿得仙气飘飘的，就在弯腰的一瞬间被拍到露出的打底裤。这下有心之人又出来炸圈了，说什么那么短的衣服不露才怪，穿多点能怎么？人家在台上展现才艺，眼光独到的人却总能发现一些不入流的边角料。就因为每次看到鞠婧祎穿短裤都要穿打底裤，这个事还被网友传出一个打底裤的梗。网友说有一种打底裤叫鞠婧祎的打底裤，咱也就是说这打底裤到底咋地了？不穿被人说是太暴露，穿了又被人嘲讽穿搭新奇。鞠婧祎本人也表示这真的是很难办呢，搞得这个舞跳完了又被人说是身材诱人，性感妩媚到极致。有人觉得这是人家的才艺展示，就有人觉得这是人家的故意魅惑，说什么的人也有。我们虽然生活在21世纪，也有了为男女平等的说法，但是在性这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上，依旧是女性同胞成为大家的谈资，貌似女人在这方面就是怎么做都不合时宜。所有的明星艺人，但凡踏进娱乐圈，就要做好面对一切流言蜚语的心理准备。90后的歌迷粉丝们应该听过蜜蜂团少女组合，孔雪儿就是其中之一。同样作为一名90后，孔雪儿因为出众的外表，在歌唱组合中也备受观众的喜爱。总有那么些喜欢边角料的俗人，在孔雪儿表演的过程中，以她的身材为话题展开不当言论。雪儿在唱着想象不到的，有部分网友也在想象不到的地方，用自己肮脏的思想凝视着她。在孔雪儿拍摄的一张个人写真照片上，人们也是毫不放过这个能调侃的机会。真是新潮的可以，丝巾当抹胸，也不怕真的掉下来。人家穿的一本正经，什么也没露出来，这就让有些人不开心了，竟然有那么点期盼丝巾真的掉下来的嫌疑。面对着孔雪儿的低胸紧身衣，这些人更是口诛笔伐，眼神乱瞟，还认为这就是性感、浪荡、不正经的行为，恶趣味满满。殊不知自己的三观才是那个最低俗的。作为公众人物，难免要参加一些大大小小的综艺活动，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节目中有一个互动环节是吃鱼子酱，说是体验舌尖上的美味，还特意强调吃法是先用舌尖去轻轻地舔一舔，然后再含到嘴巴里去享受它的味道。轮到雪儿的时候，被一众男星当成猎物一样审视着，好像生怕错过什么精彩的内容，让孔雪儿觉得尴尬至极，但也不好当场发飙，
只能以最常见的吃东西方式送入嘴中。闹剧的最后落了一个不会吃鱼子酱的乡巴佬名声，引得旁边的围观男星笑得前仰后合，差点就笑过去了。不敢想象，如果当时按照他们教的方法吃进去，又是一番怎样的嘲笑场景。圈子里的传言和绯闻从来都不会断，一心一意演戏的关婷娜也被无辜卷进了这场人性善恶的纷争中。在拍摄赵本山的乡村爱情剧时，因为本人的身体发福，被人们一度用低俗的言语嘲笑是丰满的象征。在剧中他饰演的是王大拿的媳妇杨小燕，但是整个剧播出后，部分人关心的不是他精湛的演技，而是他的心胸有多大。就这么赤裸裸地把这个话题当成了茶余饭后，观众们热议也就算了，编剧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竟然在剧中让关婷娜坐实观众的议论，颇有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嫌疑。要说罪魁祸首，应该就是背后这些摄影师了。剧中拍摄了一段裹着浴巾出场的画面，结果这一场面就给黑粉们惊得目瞪口呆，口水直流。这下谁也不看他的演技，纷纷开始对他诱人的身材进行指指点点，说3道4。之后有了些许名气，居然也是噩梦的开始。不少居心叵测看热闹的造谣者说他的名气离不开赵本山和自己的身材。就在深陷这样的绯闻舆论时，一个声称赵本山之前徒弟的女人再次添了一把无妄之火。这下观众们炸圈了，谣言越转越离谱，各种粗俗不堪的话语把人性的恶发挥到了极致。纵火者还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错，如果被伤害的人不做解释，就是此地无银300两，坐实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如果站出来勇敢地说不，或者进行反抗，这些施暴者就会狗急跳墙，继续发挥自己更加恶劣的言行。他们会搬上自己那套粗制滥造的歪理，认为装什么清高，搞得像真的被冤枉似的，不接受几个潜规则怎么能活起来。他们的潜意识里就认为，女性在成功的道路上就少不了要借助自己身体的资本，在镜头面前只要稍有不慎，就会立马被贴上假正经、浪妹等一系列贬义词。反观男人们可以在公众视野中随意地开着有色玩笑，也没有人过分在意或者谴责。只有女人若是打扮新潮或穿着凉快一些，都要被扣一顶不正经的帽子，受千夫所指。可以不喜欢他们，也可以不要用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当我们用一根手指指责别人的时候，是否能看到其余3根手指是指着自己的？性凝视无疑是一个贬义词。哲学家尼采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人性的恶就在于此，对自己的万般不足视而不见，在别人身上却极尽嘲讽和指责。